每隔1小时，锤哥账户都会多500万，可他却高兴不起来，因为这是他的卖命钱。原来他正在参与一场24小时的猎杀，条件是让他当猎物给5人追杀，活过24小时就能得到8000万马币。但猎杀期间他不能出城，不能求助警察，不能向人透露猎杀的内容，而且每过1小时都会短时间暴露位置。在逃过西装男的致命一击后，锤哥跑进了教堂，坐在忏悔室里，他刚舒一口气，可突然旁边的隔板就被拉开，锤哥被吓了一跳，原来是神父。神父询问他发生了什么，可锤哥深知规则不敢多说。突然，锤哥看到帘子下摆有人影，这次他决定主动出击，一个飞扑，锤哥用帘子蒙着对方的头就开始暴揍，直到被神父跑来拉开，锤哥才知道揍错了人。时间马上又要到1个小时，锤哥的位置也即将暴露，他不想神父受到牵连，准备接着逃亡，可神父却说他有神功护体，可以保护锤哥。锤哥只好拿出手机证明自己所言非虚，可没想到神父也举起了手机，原来他竟也是猎杀者。作为心理学和行为学硕士的他，已经提前预知锤哥的到来。真正的神父已经被他支走，刚刚不断担心锤哥，只是想让他说出猎杀内容，从而违反规则。锤哥想跑路，但已经晚了。神父狞笑着摸出羊角锤逼近，锤哥也只能拿起棍子准备迎战，可棍子明显不敌羊角锤，只2下锤哥就被打懵了。可神父最后一击时却因为蓄力太长，手被门卡住了。锤哥见状直接反击，把神父锁在了门内。神父气急败坏的吼着，说一定会亲手抓住他。锤哥走过去嘲讽，却被神父一锤子敲穿了大脑。锤哥骂骂咧咧地走出教堂，简单的清理了伤口。他尝试奔跑，可没走2步就摔倒在地，马上自己位置就要再次暴露，该怎么撑过去呢？与此同时，西装男看到神父并未得手，更加兴奋，因为下1小时即将来临，有几十秒的时间锁定锤哥的位置，胜利一定是属于自己。而这边锤哥突然注意到前方体育馆的橄榄球比赛将要结束，顿时心生一计。只见他走到一家球衣店，趁老板不注意，他悄悄拿了球衣和帽子就往球场出口赶。在位置暴露前，锤哥换上了球迷衣服和鸭舌帽，大批球迷也从场馆走出，一切都刚刚好。而西装男也在此时赶到，可当他看见眼前一幕，直接懵逼了。所有人穿的衣服都一样，根本找不到锤哥，眼看锤哥就能瞒天过海，可刚才的球衣店老板却发现了他，2人的拉扯瞬间吸引了西装男，锤哥只能再次狂奔，可是腿受伤了，根本跑不快。刚好一家人看了球赛，准备回家，锤哥直接钻进了他们开着的汽车后备箱，而西装男追过来时，车门刚好被关上，锤哥再次逃过一劫。可没过多久，锤哥听见车上男人说家在城外，他马上意识到糟了，因为一旦违反游戏规则出了城，猎杀将会永无止境。